软数据没能救回黄金。一根偏软的物价数据本该是多头的救兵，可金价冲高之后还是掉了下来，收在4051，白银更是一口气跌掉将近3%。反弹好像才刚起了个头，就被人从背后拽了回去。这背后到底是谁在使劲？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，星期四。我们照例一起回顾隔夜那一场美盘，把昨晚黄金和白银的表现从头到尾捋清楚，再看看今晚该盯住哪些位置。老规矩，先郑重提醒一句，我说的一切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者理财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您的每一个决定都请自己拿主意，自己负责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昨天那一场，黄金收在4051美元，小跌了0.44%，白银更弱，收在57.4块，重挫接近3%。前一天的反弹基本被打了回去。第二，最大的推手其实是一场拔河，偏软的6月物价数据本想把金价往上抬，可中东局势升温，油价走高，又把它往下按，两股力量对冲，黄金没占到便宜。第三，接下来最该盯的是4000美元这道生死线，以及今晚就要出炉的6月零售销售数据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先说说整体的盘面气氛。昨晚这一场用2个字形容就是拧巴。你会看到一个很矛盾的画面，一边是美国6月的生产者物价数据意外偏软，通胀降温，美元应声回落，按理说这对不升息的黄金是利好。可另一边，金价不但没往上冲，反而从前一天的4069一路滑到4051收盘。多头明明拿到了一手好牌，却没能赢下这一局。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黄金和白银这对兄弟，昨天彻底分了家。黄金只是小幅回落，跌幅不到半个百分点，算是稳住了阵脚。白银却像是踩空了台阶，单日暴跌接近3%，直接跌穿了58。这种金稳银崩的组合，往往说明市场的避险情绪并不是真的很浓。真要是恐慌避险，白银不至于跌成这样。今天这期节目，我最想帮你想清楚的就是一个问题：这波从4000关口打上来的反弹，到底是真的转势了，还是只是超跌之后的一次喘息？这里也顺带回应一下昨天我留的那个悬念。上一期我给你反复强调，4080是这轮反弹的胜负手，金价能不能站上去，决定了它是继续攻还是往回缩。结果昨天的答案很干脆，没站上去。金价在4070附近再次遇阻回落，4080这道坎依旧压在多头头顶。不过好消息是，我当时说的4040那道支撑，昨天基本守住了，金价并没有失控往下砸，一个没攻上去，一个还守得住，盘面就这么僵着。这恰恰是今天我们要拆解的重点。接着，我们把镜头拉近，单看黄金自己的走势。昨天这一天，金价整体是在4040到4070这个不到30美元的窄区间里来回磨。开盘后一度试图往上顶，接着物价数据偏软，美元走弱的东风冲了一把，可就在逼近4080的时候，买盘又压了下来，把价格重新摁回4051收盘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人想翻墙，手都搭到墙头了，又被人一把拽下来，这就是典型的上有压力，动力不足。那到底是谁在主导这个盘面？说实话，现在还是空头略占上风，但双方都没使出全力。多头的底气来自4000这道整数大关和4040的支撑还没破，空头的筹码则是金价至今仍然被牢牢压在50日和200日均线之下。50日均线在4286，
200日均线更是高高挂在4597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从更长的周期看，黄金依然处在一个明显的下降通道里。眼下这点反弹，放到大图上不过是半山腰的一次挣扎。这里我给你补一个简单的看图方法，你可以把50日均线想象成最近2个月市场的平均成本线，把200日均线想象成过去大半年的平均成本线。当价格站在这2条线之上，说明这段时间买进的人大多是赚钱的，人心齐，底气足。而现在金价同时压在2条线下方，意思就是最近半年买黄金的人，平均而言还都套着，手里套着的人一多，每次价格反弹到成本附近，就会有人急着解套离场，这些卖盘就成了上方源源不断的压力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，在均线彻底扭转之前，反弹的高度不宜期待太高。我要特别提醒你一句，别被这2天的反弹冲昏头。价格同时站在50日和200日均线下方，是一个偏空的技术格局。在这种格局里，任何一次反弹，在被证明有效之前，都要先默认它是超跌反抽，而不是趋势反转。今晨亚洲盘，金价现报大约4067，比收盘略高一点，但这只是盘中的浮动，真正的胜负还得看今晚欧美盘怎么走。说完黄金，白银这边的故事就精彩多了，也惨烈多了。如果说黄金昨天是小磕小碰，白银就是实实在在摔了一跤。它单日重挫接近3%，从59块一路跌到57块4收盘，一举跌穿了58这个关口，把前一天的涨幅吐得干干净净。你可能会问，同样是贵金属，为什么白银跌的比黄金狠这么多？这就要说到白银的脾气了。白银这个品种，一半是避险的金属，一半是工业的原料，它的波动天生就比黄金大行，内场把它叫做黄金的高贝塔表亲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，黄金涨1块，白银可能涨2块，可黄金跌1块，白银也常常跌2块。昨天金银比价一下子拉高到大约70.5，就是白银相对黄金明显走弱的直接证据。金银比走高，通常说明市场的风险偏好在降温，资金更愿意抱住黄金这个大哥，而把弹性更大的白银先扔出来。所以昨天白银的暴跌，与其说是恐慌，不如说是几股力量凑到了一块儿。一是美联储偏鹰的预期没有松动，压制了白银这种不生息资产；二是工业属性让它对经济前景更敏感，情绪一转就先挨打；三是技术上跌破关口之后，止损盘又追着砍了一刀。3重压力叠加，白银自然就成了昨晚最受伤的那一个。那么是什么在背后真正牵动着金价？我们把驱动因素一层层剥开，核心的2条线，一条是美元，一条是美国国债收益率。先看数据本身，昨天美国公布的6月生产者物价，也就是衡量工厂出厂价格的 PPI， 环比意外降到了0，远低于前一个月的 1.1%。通胀降温的信号很明确，数据一出，美元指数应声回落，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顺势下滑到 4.55%， 比前一天的 4.58 又降了一档。按照教科书的逻辑，这套组合本该是黄金的强心针。为什么？因为黄金本身不产生任何利息，你持有它是拿不到票息的。当美元走弱，真实收益率下行的时候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变低了。市场里那些原本能躺着吃利息的钱，一看利息没那么香了，就更愿意分一部分出来买黄金。这条传导链平时是很灵的，可昨天这剂强心针失灵了。问题出在另一头，中东的地缘局势又升温了，油价跟着往上窜。油价一涨，市场就开始担心通胀会不会死灰复燃。这反过来又让人怀疑，美联储到底还敢不敢痛快的降息？于是你看，软数据带来的利好，被地缘和油价带来的担忧对冲掉了。
黄金就卡在这么一个多空拉锯的尴尬位置，上也上不去，下也没真的塌。看懂了这层对冲，你就明白昨天金价为什么该涨不涨了。我们再把美元这条线单独拎出来，一步一步看它是怎么作用到金价上的。第一步，国际黄金是用美元标价的，美元贬值，同样一盎司黄金用美元来衡量的价格自然就显得更高。第二步，美元走弱通常意味着市场对美国利率见顶，甚至转向降息的预期在升温，这会压低真实收益率。第三步，真实收益率一低，持有黄金不吃利息的劣势就被削弱，资金回补的动力就来了。这三步连起来，就是美元跌，黄金涨，这句老话背后的完整逻辑。可要命的是，昨天这条链条走到第一步，就被油价和地缘硬生生截断了，后面两步没能顺利传导，这正是软数据没能托起金价的深层原因。顺着地缘这条线，我们多说两句避险。昨天的新闻里，中东局势的升温是被明确点名的一个变量。照常理，地缘风险升温，避险资金该往黄金里跑才对。可我们前面也看到了，金价并没有真的往上冲，白银反而还大跌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目前市场对这轮地缘风险的定价还比较克制，更多是通过油价而不是通过金价来表达担忧的。这里我想给你一个提醒，避险情绪对金价的推动往往是脉冲式，但消息一来，金价可能猛地跳一下，但如果事态没有进一步失控，这股劲儿很快就会卸掉。所以对地缘题材，咱们既要重视，也别神化它，它更像是给行情添的一把柴，而不是决定方向的那只手。真正决定黄金中期方向的，还得回到利率和货币政策这两个根子上，那就绕不开美联储了。眼下市场最纠结的一点是，通胀数据在降温，可美联储的调子却还偏鹰，迟迟不肯松口给出明确的降息时间表。这种数据转软但政策不松的组合，对黄金和白银其实是一种温和的压制。昨天白银的大跌，新闻里点得很清楚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份偏鹰的预期一直没有退场。为什么美联储的态度对黄金这么关键？我再帮你把这个道理捋一遍。这里的核心是一个叫真实利率的概念，也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之后，你的钱实际能赚到的回报。黄金不升息，它最怕的对手就是又高又稳的真实利率。利率越高，把钱放银行吃利息就越划算。黄金这种不下蛋的鸡，就越没人愿意养。反过来，一旦美联储确认要降息，真实利率往下走，黄金的吸引力才会真正回来。所以你才会看到，市场对每一个通胀数据，每一位美联储官员的讲话都盯得那么紧，大家其实都在赌降息到底什么时候来。在这个答案明朗之前，金价想走出一波像样的趋势，难度确实不小。聊完了这些宏观的为什么，我们把话题落回到图表上，来看看黄金实实在在的关键位置。先说上方的压力，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一道，还是4080。这个位置昨天又一次把金价挡了回去，可以说是这轮反弹的天花板。只有当金价能够放量，并且稳稳站上4080，多头才算真正夺回主动权，上方才有机会去看4113。反过来，只要这道坎没破，反弹就都还只是反弹。再看下方的支撑，眼下最硬的一道地板是4000这个整数大关，这不仅是一个心理关口，也是最近多空反复争夺的核心区域。市场里4000保卫战的说法就是从这儿来的。它的上方4020到4040是第一道缓冲。我给你一个简单的判断框架，只要金价还站在4000上方，这波超跌反弹的结构就没有被破坏，多头还有牌可打。可一旦跌破4000，而且是收盘价都站不回来的那种跌破，那就要小心，
行情重新向下打开空间，去测试更低的位置了。4000就是这么一条清清楚楚的生死线。白银的技术面道理相通，但位置要换一换。昨天白银跌穿58之后，盘面明显走弱，现在收在57块4附近，上方的压力第一道就在59，这也是它昨天崩下来的起点。要想真正稳住，白银的先重新站回59上方，否则就容易在低位反复挨打。下方呢，我把第一道支撑放在56块5附近，这是昨天大跌之后的一个观察位。如果这里也守不住，那再往下55.51带就是更关键的防线了。给你一句话，记住白银的节奏，它弹性大，脾气急，涨的时候比黄金猛，跌的时候也比黄金狠。所以做白银时的仓位和心态都要比做黄金更谨慎一些。金银比现在大约70.5，如果之后这个比值开始回落，白银重新走强，往往是市场风险偏好回暖的一个信号，值得你顺带盯着。聊了这么多，我必须要泼一盆冷水，专门讲讲风险。你看，昨天这个盘面其实是最容易让人犯错的那一种，软数据出来，不少人以为黄金要起飞，结果一头扎进去，反而被套在了高点。这就是市场最爱设的局。所以我反复强调，面对现在这种多空拉锯、方向不明的行情，最重要的不是急着猜顶猜底，而是保持冷静，管好自己的仓位。价格还在200日均线下方，大趋势偏弱，任何反弹都要带着一份谨慎去看待，千万别把一次超跌反抽当成了牛市重启的号角。市场永远在，机会永远有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最后，我们把目光投向今天，聊聊今日关注和后市展望。有3个点，你今晚一定要盯紧。第一个是数据，今晚美国将公布6月的零售销售数据，市场预期环比增长 0.5%， 同时还有每周的出请失业金人数和费城联储的制造业指数。零售销售是观察美国消费冷热的一扇重要窗口，如果数据太强，可能强化美联储不急着降息的理由，对金价是压制；数据偏软，反而可能重新点燃降息预期，给黄金一点喘息的机会。我顺便帮你把这几天的日历也排一排，心里好有个数。今晚是重头戏，6月零售销售、出请失业金、费城联储挤在一块儿。到了周五，轮到新屋开工、营建许可，再加上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和通胀预期，还有周末公布的黄金持仓报告，数据越密集，行情越容易大起大落，越要沉住气。第二个是位置，上方看4080这道天花板，下方死守4000这条生死线。我给你画2张剧本，向上的剧本是今晚数据偏软，美元继续走弱，金价放量站上4080，那么反弹有望延续，去挑战4113。向下的剧本则是数据偏强，地缘和油价继续搅局，金价跌破4000并且收不回来，那就要防着它下探更低的支撑。白银这边同理，守住56块5还有机会修复到59，一旦失守，就要提防它继续探底。第3个是心态，也是我每天都要念叨的，别追，别赌，别满仓，在方向真正明朗之前，清仓和耐心才是这种震荡行情里最好的朋友。那么说到这儿，我也想把问题抛给你，你觉得金价这次能不能守住4000这道生死线？是就此企稳反弹，还是会跌破去测更低的位置？评论区打出你的判断，让我看看大家怎么看。最后，还是要再次郑重提醒大家，以上所有的内容都只是我小金的个人观点和分析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市场瞬息万变，任何操作的盈亏都请您自己承担。无论行情怎么走，都请务必控制好仓位，管好风险，保持一份谨慎和冷静，别让情绪替你做决定。好了，
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再点亮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早晨的第一手贵金属解读就不会错过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